如果俄罗斯战败，普京会逃往哪个国家呢？或有两种结局模式。大家好，我是肖银华。俄罗斯取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，普京是否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呢？俄乌冲突打到今天已经快1年的时间了，俄乌双方都用尽各种招数想战胜对方，可从目前来看，胜负难分。乌克兰在美西方的援助下，大有愈战愈勇的趋势，而俄罗斯孤军奋战，战斗气力越发力不从心。说句实话，我同广大网友的心情是一样的，不希望俄罗斯战败，并不是痛恨乌克兰，而是与乌克兰一起作战的却是美西方国家。俄罗斯战败就等于美西方国家战胜，所以俄乌冲突表面上看来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战，其实质却是俄美之争。乌克兰只是美国用来征战的工具，任凭美国摆布。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，俄罗斯会不会战败？可以说，在冲突没有结束以前，谁都不敢肯定哪一方取胜。但是透过现象，我们能够看到这场冲突的发展趋势对俄罗斯确实不利。一方面，美西方国家合起伙来把俄罗斯想置于死地，不但提供武器装备，还提供信息支援以及资金支持，并且采取上万种的制裁措施，企图从经济上卡住俄罗斯的脖子。所以俄罗斯面对美西方30多个国家，无论从军力、财力还是耐力等方面，俄罗斯一家难以长久应对美西方国家持续不断的车轮战式的打压、制裁和对乌的军援。另一方面，俄罗斯的国力、军力、财力不增反降，家底越打越薄，余粮越来越少，目前已经到了精疲力尽、山穷水尽的程度。再这样打下去，即便雄狮也会被群狼不停的撕咬而耗尽体力，再强大的国家、再殷实的家业，也会被这无休止的战争给榨干花光。所以按照这种节奏打下去，俄罗斯迟早会被美西方国家给拖垮拖死，最终以失败告终。那么如果俄罗斯战败，普京会逃往哪个国家呢？一种说法，普京会逃往白俄罗斯。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，当时俄罗斯、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同为东斯拉夫人，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关系一直亲如兄弟，无论是叶利钦时代还是普京时代，这种亲密关系一直没有改变过。所以说，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互为依存，这两个国家谁也离不开谁。没有了白俄罗斯这个屏障，像波兰、立陶宛这些北约国家可以直接把大炮架在俄罗斯的家门口，这是真正的唇亡齿寒。而白俄罗斯长期以来与俄罗斯坚定地站在一起，冲在反美的第一线。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又是反对美帝的强硬派，加之普京与卢卡申科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，所以普京如果逃离，很有可能去往白俄罗斯。也有人说普京会逃往哈萨克斯坦。大家知道哈萨克斯坦是基安组织成员国，基安组织是杜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，这一组织有权利保护成员国的安全不受外地侵犯。比如去年1月6号，哈萨克斯坦在外国势力的干涉下，国内发生了大规模的爆骚乱事件，总统托卡耶夫紧急求助基安组织，普京第一个站出来，向哈萨克斯坦派遣特种部队力量，很快便粉碎了美西方国家企图颠覆哈国的阴谋，从而成功化解了一场国内危机。托卡耶夫总统有恩于普京总统，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普京救了托卡耶夫总统，所以托卡耶夫在普京危难的时候，相信会伸出援手。还有人说普京会逃往中国，中俄两国目前处于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，普京还获得过中国友谊勋章，这是中国对外国元首的一份崇高荣誉。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，在能源、经贸、军工、航天等领域都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。同时，中国和俄罗斯常年都受到美西方国家不择手段的
打压和制裁。普京对厚道的中国也非常的信任，因此如果逃往中国是十分安全的。但也有人说，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始终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，不偏不倚，从不选边站队，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，希望这两个伟大的民族尽早结束这场冲突，不再上美西方国家的当，还人民一个和平安宁的安全环境。所以普京要来中国之路会变得异常艰难。还有人认为普京会逃往美西方国家的对立国家，像委内瑞拉、伊朗等等这些国家。从目前来看，这些国家的实力还难以支撑普京真正的安全。有些人认为普京是一个具有责任担当、彪悍强势、执着刚硬、不畏强暴的硬汉性格。他从职业特工到联邦安全局长，再到克里姆林宫，什么大风大浪没有经历过。他看透了美西方的丑恶嘴脸，面对北约无休止的步步紧逼，面对纳粹思潮泛滥的乌克兰，面对1万多俄罗斯人在乌克兰遭到恐怖威胁和残忍的杀害，普京压抑的怒火已经爆发，振臂一呼，采取了特别军事行动，目标直指美西方的霸权。可想而知，如果俄罗斯真的战败，一方面，如果俄罗斯没有了，美西方国家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吗？另一方面，普京也可能不会做出极端的报复行为。即使俄罗斯战败，普京这种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的枭雄气概，相信他哪儿都不会去，他会留在他的故土俄罗斯。真到了这一步，美西方摇身一变，会以正义者的姿态来审判普京。此时的普京可能要面临2种结局模式，一种是米洛舍维奇模式。大家知道，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与和平，在他的斡旋下签署了著名的戴顿协议，暂时结束了波黑地区的战争。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也失去了干涉巴尔干地区事务的理由，米洛舍维奇成了美国及其盟友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于是在1999年3月24号，在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，北约对南联盟发动了空袭，这也是北约自成立以来首次对一个主权国家不宣而战。空袭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死亡。让我们记忆深刻的是，美国悍然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，导致3名中国记者牺牲，多人受伤，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，更是在世界外交史上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。科索沃战争，米洛舍维奇孤军奋战，誓死保卫国家，但他面对的却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多国部队，与现在普京的处境极为相似。最后的结局大家可想而知，北约以武力的方式解决了科索沃。战败后的米洛舍维奇在美国的操纵下，海牙国际法庭宣布把米洛舍维奇定为战犯。美国指控他犯有反人类罪、战争罪以及种族屠杀罪等66项罪行。米洛舍维奇成为历史上首个被送为国际法庭的国际元首。他百口难辩，这个世道已经变了，就连国际海牙法庭也成为了美国使唤的权力机构。这位号称巴尔干不死鸟的英雄，最终客死他乡。我们再说说普京，美国对普京的痛恨则更加一等。所以，如果俄罗斯战败，普京的下场大概率会和米洛舍维奇一样，美国会把他遣送到海牙国际法庭，给他安上战争罪、反人类罪等等莫须有的罪名，接受审判。另一种是萨达姆模式。大家知道，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在联合国拿着一包面粉，号称是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任性地绕开了联合国安理会，单方面对伊拉克发动了军事打击。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，伊拉克战争很快就将成为历史。伊拉克战争结束了美军历史上最不寻常的篇章之一。美国终于打败了、打趴了中东地区的油老虎、硬骨头萨达姆。伊拉克战败后，萨达姆在美国的操控下，被伊拉克的反对派处以绞刑而亡。
而现在的俄罗斯，美国时刻不忘丑化、捏造、渲染普京，极力鼓动俄罗斯反对派推翻普京政权。比如，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鲍里斯·涅姆佐夫曾经披露，普京拥有20套豪宅、58架飞机、4艘游艇和11块名表等等等等，一听就是美国的套路。同时，普京在执政期间也得罪了一批反对派寡头，比如霍多尔科夫斯基等等，他们都会极力跳出来公开反对普京。这个时候，美国会使用对待萨达姆的模式，直接复制到普京的身上，通过俄罗斯国内的反对派把普京绳之以法。如果俄罗斯真到了这一步，就像萨达姆在临行之前所说的，这个国家从此再无尊严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